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装无班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方气垫指定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6季的现场，欢迎大家！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很高兴又一次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见面，我是 offer 加油团成员陈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今年还是一样，这里有6位好友将跟我们一起见证8位实习生为期1个月的职场考验。来，首先要为各位介绍本季加油团成员，让我们欢迎气势 slay 全场10场一路开挂的爽文大女主佘诗曼，欢迎哟 ，Hello。让我们欢迎乘火焰烈马如约4载陪实习生奔赴每一次热爱的春叶，欢迎春叶。比00后更会整顿职场的互联网嘴替大张伟，欢迎大老师。这是谁想出来的啊？是00后的脸吗？对不对？是我，就是我啊！谢谢大家啊。当然还有3位呢，他们身上有一个神奇的共同点。首先，让我们欢迎大家心中的 offer 白月光，一路升级打怪的绿界新星小何以琛、何运晨、何律。有没有人说过你像何以琛？没有，说我名字像何以琛，何运琛 HYC， 拼写也像，是不是？河南人说一样，何运琛、真的吗？何运琛就很像嘛，方言很像嘛。蹭到了。欢迎 offer 5的神仙带教行走的人间理想现实版何以琛，欢迎骆家云、骆律，欢迎哇，也是老朋友来到我们身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演艺界的小太阳，对待事业不将就，展现多元魅力的全能艺人何以琛，本称钟汉良先生。哇哦，厉害！何以琛本称，这原来不是真正的，真正的何以琛吗？因为我在节目里面，大家把我记住都是左一，所以说我今天刚刚来的时候就赶一大早。就一定要把我左一的这个位置给 secure 了。哦，豆弟说到这个座位，真的让我恍惚间一下穿越到上一集。我感觉好像前天晚上我们才录完第5季的感觉，因为座位啊，还有熟悉的面庞。前天晚上哈，这倒是有点夸张，恍如隔世。但没有 offer 陪伴是度日如年了。对。但是今年的 offer 全新升级，2大升级点。第一个升级点在于这一次我们要全面聚焦香港职场，全方位的领略香港文化。第2点是我们将聚焦的香港大律师行业，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的头戴假发、身穿黑色的律师袍交锋的那些庭辩律师。所以我们其实对香港的整个法律职场有很深的好奇，也想请骆律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大律师，然后跟我们内地的律师有什么区别呢？香港的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法律体系，在香港的话，我们律师就会分成2种，然后一种的话呢，我们叫做事务律师 solicitor， 就像我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呢，叫做讼务律师，诉讼的讼 barrister，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大状，就是大律师，他主要就是精工于我们法庭的辩论，那这个会是他专门的职业领域。鄭生，嗰個肥佬係咪被告啊？反對辯方以冇理據嘅假想誤導陪審團。咁殺人算唔算係出事啊 Objection， 反對主控官作出冇證據嘅揣測。我做咗大狀25年，從來冇試過喺庭上講多半句同案情無關嘅説話。反對無效，辯方大律師可以繼續發言。老師，那我想提問，我問一下，那個什麼 Barry， 你別學我動作。Barry 是戴那個 fake hair 嗎？就是那個就是假髮那個。不一定。那哪個要戴那個假髮那個？通常的話戴假髮的話，其實是一個香港法律制度的一些傳統啊沿襲下來的。所以說的話呢，過往傳統上面是在上法庭的時候會去戴那個假髮。一般的律師要多久才能成為大律師？在香港成為大律師，他都會
会经过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呢，那你就当然是要有一个法学的学位。那你在香港的话，现在是有3所大学有法学院，你可以去选择读一个法学学士的本科的学位。对于一些没有法学本科学位的人，他可以读另外一个课程叫做 JD， 在香港，然后它是叫做 Juris Doctor， 然后法律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位，或者是说，如果你在海外的普通法系的国家，然后有一个等同的学位的话，那你可以拿着这个学位，然后进入第2阶段，就是在香港你要去读一个叫做法学专业证书，我们简称 PCLL，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来，老师重复一下。不是，哇，这段感觉跟吃那吃毛豆似的，噗，一直出题。Q 哦。然后呢，当你完成了这个课程之后的话呢，那么你就有资格开始去选择究竟成为一个大律师，还是成为一个事务律师。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大律师，那你就要去找你的师傅，就做1年，然后见习的大律师，我们叫做 pupillage。然后接下来那就跟着你的师傅，他会带你去上庭，然后你会协助你的师傅去整理文件，或者说是为整个的一个法庭。那个叫师爷吗？其实师爷不是，师爷的话呢，我们通常讲的是 legal clerk， 然后是协助律师，然后再去单词又增加了好多，我要疯了，每问一个问题都。然后师傅的话呢，真的就是那些已经执业若干年的大律师，然后那些人才有资格去带徒弟。所以其实是在大律师界里面，他会有这样的这种传统。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有一个师傅，然后带着徒弟，然后有一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意味。对，然后接下来可能你在学习半年之后的话，那你自己就可以在师傅的带领之下，然后自己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事务，然后满1年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正式有资格成为大律师。总之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香港的整个法律职场跟我们的区别非常大，对，而且它的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超出我们想象。真的是，而且一直还没有聊到师娘哦，聊到师娘的话就会更复杂一些。师爷就想到师娘了，只有师娘关系才能更好一些。那是另外的费用，好吧？咱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律师在香港律师队伍中的比例大概占到多少？目前在香港的话，有执业律师证的律师，就是事务律师加大律师加总的话，大约是可能在18000人左右。大家可以猜一下，其中有多少是大律师，有多少是事务律师1/10大律师。满300反50的话，应该有差不多1800怎么样？有奖竞答，大张伟老师。有奖竞答呀？你不会奖励我一个 offer？ 你奖励我什么？一个微笑吗？5%是不是靠谱的吧？佘诗曼老师、曼姐说是10%， 10%。大张伟老师说5%，大老师5%，我也觉得10%。10%，正确的答案是大概10%左右。你看看，哎，我跟你说，看我，你是什么奖？我出10%了吧？10%，我忘了啊。能不能理解说总的案件上法庭的还是少？18000名左右的香港律师里面的话呢，大约有1600到1700，然后是有牌照的职业资质的大律师。本来就是千里挑一了，这又是百里挑一、10里挑一的感觉。那肯定是。对，我们这边其实是 offer 的老朋友了嘛。那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录制的现场，同样也有着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浓郁的香港风味儿，真的带着这种香港气质。然后我们还是要欢迎2位新朋友做客我们的 offer 6，也问问看2位新朋友来录制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有没有什么感受？我其实一直都很想挑战演律师这个角色，但是没有机会。但是以前我很怕的，因为每天可能你知道电视剧拍10几场戏，如果要记那么多台词的话，其实是很费力的。那但是我拍完《新闻女王》之后，我觉得我训练好了，我可以了。那我觉得就是律师这个行业是为民请命，也是站在公益那边的，所以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改变很多人的一生，正义化身是不是？对，我反对，然后就站出来开始叭说一大堆哦。来，宋汉良老师啊，我在演何以琛的时候，背台词已经不容易，还要背很专业的台词，而且一大段的。离婚判决书一直都是伪造的，伪造文书在美国是重罪。即便身家1万，恐怕也不能免除牢狱之责。如果在这拍何以琛之前就来这里，那就多好，但也不晚，以后可能还会有机会。
但所以我很好奇，两位如果看我们这一季的新实习生，你会最在意他们身上的哪个特点呢？英文的发音，英文有那么重要吗？老师，我觉得是人品吧。哦，人品。对，因为做什么都好，先做好自己吧。希望他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成长的。哦，成长性，哎，这个也很好。我不一定看到他一来就已经很厉害的，我想看到像小何在第一季。小何他说你来的时候不厉害，那种感觉。对啊，我刚来第一季确实不厉害啊，平平。没有了，就觉得哇，这个一步一步爬上来。是的，比你一来就很厉害，好像看到那个成长多一点。太好啊，那你来对了，因为这个节目从我们前几季的这个回忆上来看，焕彩新生，脱胎换骨，1个月的时间能看到巨大的改变，期待。是，哎。说到这个变化，我突然想起来，纯叶，你上一季当时可有夸下海口哦，说你要读中国政法大学的法硕，他什么都记得呀，真的。他主要就是记忆力，必须啊，必须 call back。对我确实是非常感谢这个节目，因为就是上一季激励了我之后，我过去的这一年现在正在很认真的学习英文。大律师的英文怎么说？再说一遍。Barry。就是开始 B-box 了，已经开始不什么来着？什么大律师 ？Barrister。这一段啊。对 ，Barrister。大律师的英文怎么说来着 ？Barrister。你看看，马上就能说出来。Good job。白学。哇，好棒！而且你正在学英语的太好了，因为这一季聚焦香港职场，有很多的英文场景。Show time。看完之后立刻去考试。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季的一开始的玩法和规则。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加油团除了陪伴我们实习生度过1个月的职场生活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预判实习生的实力，推理每一期的排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要对加油团的各位进行一个能力的摸底了。跟去年一样，会给大家发放2位实习生的面试简历。但是呢，个人的基本信息换了，变成了实习生的微信名、微信头像和微信的个性签名，这很危险哎。因为现在年轻人就玩法不一样了，新一代的职场人呢的这个社交昵称呢很有意思。有没有小号啊？办公室忍者啊，笑容支配大师啊，就是来笑容支配大师啊，真有。哇，这个人要是我同事会被我挤得死的。然后再来，但让伟老师说，竟然有人敢抢我的头衔。他们的名字、昵称都非常有个性，有的还非常抽象，所以这次就会让我们来猜猜看。我们的推测规则呢，将采用香港陪审团的形式，每个人要给出自己的答案，并且说明理由。那我们一共是7位嘛，7个人当中要有5个人答案一致，才算是我们共同的决定和判断。我们要看我们判断准不准。好了，第1位实习生的档案袋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微信3件套。3件套。他的微信名，深情的浪漫土狗，传阅浪漫土狗啊，可以有人会拿这个当自己的微信名吗？这个人很可爱，你看他还有自我的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哇，他是郑州市2017年高考文科第1名哎！哇，他很厉害。哇，你看看，标上了金色，层次就是不一样。我们只看头像，老师直接看那是那个文凭。北大的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念法硕。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好像全球排名非常靠前吧，顶级学历哎，反正前3过，优秀了，好厉害，这一位优秀了。各位可以多看一点细节哦，因为我们待会儿要根据这个简历上的细节，来在 VCR 当中找到跟他对应的那一位实习生到底是谁。哎呦喂，光看他这些介绍就已经困了，他怎么这么爱学习呀？这孩子没有童年吧？他兴趣爱好很多啊，什么呢？书法，你往后第2页。第2页呀，一看就是不爱做试卷。书法、调酒、篮球、烹饪，而且还是德智体美劳。你看，还曾经有篮球队。对。会不会在影片当中表达出来？可能会有某些细节镜头，比如说他这里有写到调酒，会不会 VCR 当中有一球有提到喝酒的场景？对呀，优雅的打着球喝着鸡尾酒的一个公路旅行，是自驾游，对不对？对，篮球也打得好，身高应该比较高。郑州 ，OK， 来，我们一起来看 VCR， 看看哪一位会是这位深情的男孩或女孩，我们一起来看，应该是男孩哦，
陈可比较活泼一些哈。对。刚刚那个很像那个益达那个广告，有没有？真是，这拍的特像广告。对，宁静致远。这个也拍的很国风啊。冲浪。这个冲浪是谁啊？这是向致远，这是冲浪。码头舞蹈。感觉他会比较偏文艺一点。哦，做饭，就是他叫什么？陈仲宇。哦，这个公路旅行，王文翰。哎呦，健身。公路摩托。行。我这个是他。骑行嘛，肯定是他。哦，结束了。哦，这太快了吧 VCR 第一遍已经看完了，没错。哦，子涵。遗憾。遗憾吗？怎么现在英文不会了，中文也不会了？我现在瞎，我看一眼，这儿写着呢吧？哦，遗憾，对，罗遗涵。所以会是他吗？只有他一个骑车哦。对。但是刚才那个是什么陈仲瑜，他不是也做饭吗？爱烹饪是吧？对，有难度哎，因为速度很快。但一般会穿成这样旅行吗？这是在比赛的感觉。没有，但都喜欢开车啊，骑车，而且是骑重机，对，重机哎。而且公路旅行是不是抱团坐别人车也行啊？这也叫公路旅行吧？是，就开车嘛，开汽车也行。那我妈也可以写她的爱好是公路旅行。就是你可以在拦车那种也是公路。对啊 ，hitchhike 对不对？哦，是。英文 hitchhike 啊，所以各位现在心里有没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Offer 6第一申请，因为我们采用的是香港陪审团的制度，所以每一位可以有一个自己的选择，并且陈述理由。所有人陈述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一轮投票。哎，其实咱们要看这个，他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说前面都看不懂啊，到后边这能看懂。你看，带领球队参与过新生杯跟北大杯的篮球赛，等于说他是一个队长，带领过篮球队。对。 继续，然后呢？所以你就是说，女生跟男生就是说都可以带领自个儿的球队去，是不是？对啊。对，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现编。说什么？我很想知道。说，你往下说。没想到我说都会吧？你以为我要说什么 ？Bury 什么 Bury me 好吗？帮我埋了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是说，比如打球，男生女生都可以吧？但是这个教练这方面不是男生比较多吗？女生非常厉害，女生也是很多篮球教练是吧？哦。我是念女校的，那个时候女生的那个领队也很棒。对。那对，行，那就更像我们那个意涵了。他被说服了。意涵看上去就是特别能干那种精炼的这种女生，是不是？所以大老师的这个判断是遗憾。 我想要提啊，就是刚才就顺着大老师讲的这一个篮球队队长，因为其实女生里面我们现在板上的这个4位，然后包括刚才 VCR 所体现出来的，我觉得那其实剩下4位女生长头发，然后大家都感觉比较 lady， 就不太是像那种去打篮球的，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至少就可以先排除掉4位长发的女生。 哇塞，洛略 ，You complete me， 你完整了我。You complete me， 是这么念吗？啊，你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就是说，因为他一问我问怕了，我怕女孩问我问题。You complete。 就是从外表上哈比较精干这种。对，排除法，我觉得至少可以先把，就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可能罗一涵的概率会比较大。对。但是现在其实就还很难确定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给洛律继续补充，就是说这个男女生他有一个，他说一个志愿者，他是接听投诉热线，答疑解惑，整理投诉记录。就是我感觉
是一个女孩，因为收集这些东西应该是要心特别细的，特别耐心的。然后再加上她之前是这个支教，教这个语文课啊、成长课，就感觉也很符合一个温柔的一个女孩的一个形象。然后再加上现在女孩的运动特别厉害，是，那就是她了，就是她了。我就单凭她喜欢骑车。对，公路旅行。对，公路旅行那个有道理。小何同学呢？我还蛮同意的，因为我有在刻意观察，因为我本身看到这份简历，我可能会偏向于他是男生多一些，所以我有细致的观察那几位男生。然后其中的话，就是跟运动相关的，其实就是只有那个王文翰，就他可能在健身哈，但是也没有特别表现出可能跟篮球有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冲浪。江志远，对啊，还有一个冲浪的，对。但我觉得，如果说你看像他这份简历跟篮球特别相关的话，如果是他自己，应该会突出这方面的特质。然后另外这个陈仲瑜这个男生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文艺范儿，他是自己做菜那种，还有看诗。但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这种篮球对抗的这种感觉啊，是。所以我细腻，所以我现在个人会倾向于，确实还是罗一涵多一些。那我们投票吧。这位深情的浪漫土狗同学，对他叫自己浪漫土狗，女生会叫自己浪漫土狗吗？对呀，这个名字就有点男性化哦。就是，人家我闭嘴这一段，那等会儿。但其实你看，他的微信名字是一个蛮让人感觉是有很多冲突的各种各样元素的一个名字。是，就他又是土狗，但是他又浪漫且深情。然后他一方面是篮球队。同时呢，他会又有这些去消费者投诉热线啊，然后好像这些很需要很多耐心的。同时你看他的这种爱好，然后又有公路旅行，然后又有调酒，然后很生活情趣的，就感觉他的整个人的简历和名字都是有各种矛盾冲突的元素，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合理。好，那我们第一轮投票，第一位实习生，我们的 offer 6第一申请。是哪一位？各位如果觉得是罗一涵的，请举手。一致，好一致哦。老师，你随个份子，都举我。没事，不差你。我当然也有别的想法，但是这个你可以说嘛，可以说嘛。陪审团的精神就在于每个人都要被鼓励表达，真诚表达，然后说服。我这个人就是不真诚，然后剩下都可以，无所谓。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一涵可以啊，一涵挺棒的，都符合了。我不反对，很好。我感觉你心里还有个名字，不会吧？对，我没有什么心，我的心早没了啊！他可以，我觉得就是一涵，因为我特别想看一涵一边开着摩托一边弄书法，就是开着摩托的然后对，然后弄书法。一涵是不是？好，那我们的第一位，我们大家投票，7票一致通过。第一位实习生一涵，我们来看一看。直接揭晓答案了是吗？对，答案呢就在我们这里。考验我们加油团的推理能力的时候到了，正确的答案就是不是吧？是吗？是啊，罗一涵是他，厉害呀，各位！随答6是好的，很棒哎，大家。厉害！我们自己鼓掌，太棒了！乘胜追击，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位。好。刚刚画面有个跳舞的女生，你们认得是谁？跳舞的是那个紫薇，我记了。紫薇吗？紫薇跳舞，我写了。你怎么看两个对决她的舞蹈？那我想看记住那些特点，肯定接下来应该会有。我们先了解一下第二这是一张纸。哇，它好满哦！这个应该是男生的吧？这必须是男生吧？这头像，这一位微信名千里望月，千里云巅听雨落，陈酒换当魂，三才万象入斗墨。他在香港大学读法律博士，港大法律博士。他不是商学院转的吗？对他本科是商学院，是多伦多，多这么多奖，太牛了！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对，他领导了62位活动部成员，落地了《哈利波特魔法晚宴》活动。哇哦，天！
好可爱啊！刚才谁说那个诗的？他这个出诗集耶，有道理。世玉就那个陈仲瑜吗？仲瑜，他自己创作古体诗。天哪！所以魏信的个性签名这首是他自己写的。哦，自己的创作。长月破天门，千里云间听雨落。有国风，关键他还参与过这个恋爱多大事儿这么一件事儿哈。这人一定要长得帅，感觉这个就应该就是男生了，这个是。而且这人一定是觉得自个儿很帅那种哈。终于可能，但不一定是。哇，这句话讲了又像没有讲哎。你哥说有可能是仲瑜啊，当然也可能不是。哇，你讲的好认真。不下结论，不下结论。但向致远这个名字也蛮国风的。向致远是他爸有国风气质，肯定是因为起这名儿起的。向致远有一个国风的画面，再配上了冲浪。哦，对。但是那个向致远刚才那个是中文大学的背景，他应该是中大的。如果他要拍，应该还会在自己的学校。港大，我觉得是。那剩下就是王文翰跟陈仲瑜。王文翰和仲瑜。我觉得更像仲瑜，因为他前面看很多字条，就特别像剧本杀找线索那种。字条那叫诗。诗。来教你诗。诗也是。现在中文都不太好了，对不对，大老师？什么叫啊？好。他喜欢文学嘛？对。哎，但他其实就是我忽然想讲啊，就是陈仲瑜他其实是有做烹饪嘛，但其实他的这个兴趣爱好里面就没有哎。没有啊，写着呢，桌游嘛，就是说他就是把那个餐桌当成餐桌游戏一种游戏的，你们思路清奇。餐桌游戏，餐桌上的游戏。我求你了。我觉得仲瑜吧，真的，你看他把微信名、头像，包括他本人个人的兴趣，都是跟诗歌有关的。我觉得这种爱好是会改变一个人的这种气质的。然后整体3个人里面更有这种国风和文学气质的感觉是仲瑜。都喜欢历史。对，而且刚刚大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你看他参加的叫做《恋爱多大事儿》，你结合一下，能有一个男生视角说恋爱多大事儿的这个男生，一定就是非常懂饱读诗书。不是，他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他会做饭，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他的爱好，他把做饭变成了一种日常，他觉得不足为奇。这样的男生视角才会感叹出恋爱多大事儿。相信而且我相信，如果是仲瑜的话，在这个恋爱特别棒，而且我还能给配一首主题曲。来配。你看《恋爱多大事儿》，他叫仲瑜嘛。我终于等到你，然后是哇，一下就整个这个恋爱的火花就出来了。终于等到你，微信名叫终于等到你，哦，完美，是不是？就是他了。两位就是能不能提供一点逻辑又靠谱一点的那种？我们刚刚是针对性很强是吧？哎，不是，这事儿越说越靠谱。你看下边，多伦多大学校园恋综。哦，你看，终于等到你，恋爱多大事？他让1000多个观众在看这个校园恋综，真的，而且我在恋综上有直觉。真的吗？总结陈词完毕，听这边。陈烨，你的认真都快打动我了。开玩笑。你看，都没有用啊。关键你看这个。我也是综合刚才的那个意见吧，还有他的头像也是古风少年，古风的、文学的、爱历史的什么什么的。但是他身体又特别壮，感觉特别像健身似的。但是健身的是王文翰哎，会不会是他向往的一种状态？他想要行侠仗义的这种感觉。好像还是仲瑜，感觉那个文艺气就是那个有点书生味哈。对。行吧，来，我们来投票。这一轮我们的2号实习生，大家觉得是陈仲瑜的，请举手。仲瑜。终于等到你，还有那些他们看那个纸条哈，那素尺那叫看看揭晓答案。好，再次全票通过。看看我们加油团的推理能力的时候到了，揭晓时刻，看是不是终于等到你。如果是你就唱出来。是吗？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是他，练
点钟，是不是？一切好不容易 ，yes， 陈仲瑜厉害哎！但是就算答案公布了，我还是觉得你们那个很离谱。我们这个思路不清奇吗？这个思维很离谱。你恋爱谈的少，所以你就离谱。哦，有可能。等一下，你说谁恋爱少呢？何同学吗？他就没谈过，不是恋爱少，没谈过恋爱啊，白纸一张，难怪没有那个理解逻辑，不理解是对的哦，明白了，哇，好清澈这个男生啊，你怎么脸红了？那 OK 了，我觉得掌声可以通过一下我们自己，恭喜，好厉害！恭喜我们加油团成员完成挑战，2战全胜，展现出了我们极强的实力。那接下来我们的点灯就非常值得期待了。今天会是实习生报到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8位实习生将通过多个课题考核来争取2个正式的入职 offer。当然，我们加油团也可以通过易达职场自在时刻来预测每一期的考核排名，为实习生们争取一个追加 offer 的宝贵机会。我们每猜对1次，就可以点亮一个自在值。当我们猜对7次以后，易达灯牌便会随之亮起，这也就意味着加油团成功的为实习生追加了一个 offer。那让我们在自在迎接后面的每一场推理挑战吧。接下来我们的第一段 VCR 就即将在我们这边播放，我们一起来看看8位实习生正式进入职场的第一天会是什么样，一起来看。上微博参与令人心怒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